什麼飯店裡面的西紅柿大湯這麼好喝呢？其實這裡面是有技巧的，今天就把詳細的做法分享給大家，讓你在家裡面也能吃出飯店的味道。接下來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2個西紅柿，挑選西紅柿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綠色葉子的，這種西紅柿才更為新鮮。西紅柿的營養十分的豐富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，不管是用來涼拌或者是炒着吃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今天的西紅柿要去掉外皮，首先在頂部打上10字花刀。挑選西紅柿我們要挑選這種自然成熟的，因為這種西紅柿汁水特別多，非常適合做西紅柿大湯。給完刀以後，我們再加入多一點的開水没過西紅柿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西紅柿的外皮。西紅柿去皮的方法有很多種，可以放在明火上面去烤，也可以像視頻中這樣燙一下。我個人覺得用開水燙方便快捷，而且乾淨又衛生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也不需要太多，2到3個就可以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蛋黃和蛋白充分的融合一起。挑選雞蛋，我們最好挑選這種土雞蛋，因為土雞蛋的蛋黃顏色更加的金黃，做出來的蛋花也更加的好看。攪拌均勻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把白玉菇切成小長段。西紅柿大湯裡面加一些白玉菇，不僅可以增加營養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全部切好放在大碗中。接下來加入1小把的食鹽，因為白玉菇看起來特別乾淨，其實在生長的過程中，表面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雜質，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抓洗一下，這樣可以有效的去除表面的一些雜質，然後再用清水淘洗乾淨，最後用力的擰乾水分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時間差不多了，現在的西紅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很輕鬆的就把外皮給撕下來了。西紅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放在一起煮的話總是煮不爛，那樣的話會影響整道湯的美觀。接下來我們把西紅柿切成薄片，這裡我們不需要切斷，然後再轉過來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。接着再立起來切成小丁，西红柿丁我們盡可能的切小一些，因為切的小一些，這樣更容易炒出湯汁。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放在準備好的盤中。接下來準備2根清洗乾淨的香蔥和幾根香菜，把它們切成小長段。如果不喜歡吃香菜的，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接下來簡單的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小半勺的雞精，多一點的胡椒粉，小半勺的生抽醬油，然後再加入適量的清水，把調味料化開，充分的攪拌均勻。提前調好料汁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，這種方法非常適合廚房小白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下來把西紅柿丁倒在鍋中，我們要提前把西紅柿炒出湯汁。這裡我們要不停的翻炒，首先把西紅柿表面的水分炒乾，
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因為西紅柿加入食鹽，這樣更容易炒出湯汁。再次翻炒均勻，把食鹽和西紅柿完全的融合一起。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經過1分鐘的翻炒，西紅柿也炒出了湯汁。接着往裡面加入多一點的開水，水的量一定要一次加足。不管做什麼湯蒸頭，我們都不要加水。開大火把鍋裡面的湯汁煮開，把切好的白玉菇倒在鍋中，然後再把料汁也倒下去，大約煮2分鐘左右，把白玉菇煮熟。接下來少量多次的加入水淀粉，水淀粉每加入一次，我們都要攪動一下，這樣可以防止粘鍋或者是接坨。最好分2到3次下入。湯汁的濃稠度也是根據自己的喜好，喜歡喝稀一點的，我們就少加一些水淀粉；喜歡喝濃稠一點的，我們稍微的多加一些。開大火把鍋裡面的湯汁煮開，接下來把準備好的雞蛋液倒在鍋裡面。倒雞蛋液的時候，我們要像視頻中這樣呈線狀倒入，這樣做出來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這個時候把火調到最小，不然的話雞蛋很容易煮老。隨着水溫的升高，雞蛋液慢慢的定型了，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雞蛋液快速的凝固。因為雞蛋比較容易熟，我們不能煮太長的時間，煮製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啦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西紅柿雞蛋湯就這樣做好啦。把切好的香菜和蔥花加在碗中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。西紅柿雞蛋湯裡面加入了白玉菇，不僅可以增加營養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這樣一鍋西紅柿雞蛋湯，飯店至少要28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才10幾塊錢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，沒有添加太多的調味料，好喝不油膩，非常適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，點我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